办在龙岗米干节。哎，姐，啊，怎么一开场就一副这种趾高气扬的样子，是怎样啊？我得意。你得意？我得意，因为今天呢，等于算是来到了1/4个我的地盘。等下，1/4是什么意思啊？哦，因为呢，我的外婆她本身是云南人，外公外婆他们家以前就在忠贞新村里面，所以啊，我有1/4的血统属于这边。不过不管是你0还是我1/4，我觉得啊，其实整个龙岗米干节还有整个龙岗社区都是一个非常值得来造访的地方，因为这里可是全台融合了滇缅泰3种文化的场域，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感受到龙岗米干节热闹的气氛，还有那些文化的冲击以及融合哦。而且听说这时候会有很多的活动，会很热闹哎。那当然啦，来跟着我这个1/4的在地人，我这边有很多庄脚跟好朋友，我带你好好逛一逛。我觉得还是要找在地人啊，1/4不太可靠。1/4很可靠，不许你这么说。啊，这道料理我有印象，这个只要端上桌，拌在白饭里面，那你白饭真的是3碗都不够哦。白饭杀手，白饭杀手，对不对？让我来打电话问我妈，要不要带一点回去？哇，这里面好有战地的风情哦。真的，对啊，好有感觉啊！有刺客，埋伏，埋伏！文健救我，我中弹了，没关系，你们先走，不用管我。米干节当然要吃米干啦。对，来试试看哦。你们的蛋花感觉，对，我第一次看到蛋用很满的。对啊，很满很丰厚哎。它这个蛋有点像是就是在吃慕斯的感觉，对，但是你有满满的蛋香。我们这边的米干啊，都是用纯米早上现蒸，新鲜的，对，很好吃。吃这个破酥包的时候，把它撕开，是这样，中间把它这样撕开。哦，很烫，刚出炉的啊，小腾腾哦，有，哇，真的用撕开的，完全可以看到那个一层一层的，好明显哦，好有成就感，虽然不是我们包的，光撕就很有层次哎。对呀，好漂亮哦。来，跟着我1/4忠贞人，找到我的庄脚，就在那，宛如，嗨，宛如，还真有认识的在地友人哦。那当然呢。宛如，我特别带思达来认识一下我们忠贞市场、忠贞新村。但是我觉得好像忠贞市场跟我上次来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上次来真的也有1、2年前了。对，这个是新的忠贞市场哦，所以更漂亮、更干净、更整齐了。有重新整理过，然后看起来更明亮、更宽敞的感觉。对，因为市政府帮忙，他把它弄成更明亮了。除了更明亮、更干净、更好逛之外，这里其实真的有很多东西是台湾其他市场买不到的哦。因为这边有滇缅泰3个族群的不一样的异国料理，等于金三角美食你在这里都找得到。这边有金三角之称。所以说这样看起来算是就是外表算时尚，但里面还是很多经典口味的老灵魂在里面哦。不过说到市场里面的美食，真的还是要请宛如带入啦。既然有新整建了，一定也有很多新的摊位，还有很多传统的老店，在市场里找好吃的，最能够满足我们的这个期待，还有我们的口腹之欲了。麻烦喽，谢谢宛如，要先从什么开始吃呢？我先带你们从第一家正宗云南口味何妈妈酱菜。哦，正宗的。你看我们这个金兰姐，你好，穿的衣服就是很正统的，很漂亮哎，金兰姐好。好，你们好。哇，既然是正宗的，那一定是厉害的，对不对？对，我们是云南正宗酱菜，然后婆婆那代就做了，我是第2代了，所以应该有40-50年了。有50年了，50年了。那你们可以尝尝看，可以尝尝看，可以尝尝看，对，我们腌菜这个是直接吃的，然后对，这个是直接吃的腌菜，然后跟酸菜什么的都不一样哦。
我们的香料都加在里面哦。它可以直接这样吃，可以这样吃，加在面上，然后对，我们云南是直接，料都配在里面咯。甜度很棒，对不对？对，而且又酸辣，它不是然后香那种死酸那种酸菜，不是很香，然后闻到稍微有点辣这样。是。对啊，很超下饭，很百搭的感觉。对。居然做的好好吃哦。所以那它就只能这样单吃吗？没有，还可以炒来吃。我给你们尝尝看哈。也可以炒。我们炒好的也可以尝尝看，我们炒好是这样子。这道料理我要然后对。是直接肉加这个酸菜，对，因为我们料已经加在里面了，对，腌菜就够味了。而且这对不太会用筷子的人来说是个考验。对。这道我非常有印象，因为我外婆跟我妈妈也很常做。是。这个只要端上桌，拌在白饭里面，那你白饭真的是3碗都不够。对，这个比打抛肉还要好吃哦，对不对？超下饭的。是，对，你们到那个云南餐厅，这道菜是必点的。但除了这个之外，我刚刚看到还有一个叫做云南牛肉干巴是什么东西？我好奇。牛干巴也是我们那边招待贵宾才会要这个牛肉，你们试试看呐，我也有做。它外形上面真的是很像普通的牛肉干，就跟那个牛肉干是不一样，是这个是香麻，你们牛肉干是甜的嘛？对，我们这是配饭呐，你这样拿来吃当零食吃也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牛肉干巴自然的散发出一种非常多层次的香料感，然后咸度也很适中，而且你们觉得超有嚼劲。对，而且可是它是嚼劲之外，就是好咬的、好入口的，还有我们独特云南的风味，然后越咬那个牛肉香也慢慢散发出来，这真的很棒，好喜欢哦。但是我有看到香肠也是非常的不一样，还有豆腐香肠。对，云南的豆腐香肠是过年才有的。那我们也可以试吃看。可以啊，我也有这边的。你也有准备？有，那香市场人对，这个是这类的，有辣味，有盐味，还有腊肉，对。腊肉，试试看。这个是盐，中间红色是辣味。这个是辣味。对，有一点点偏麻辣香，因为用高粱酒做的。我觉得我吃到很多怀念的味道哎。你是妈妈？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妈也有准备。对哈。让我来打电话问我妈，要不要带一点腊肉回去。今天再带你们来看我们市场有名的老摊。这么年轻怎么会是老摊？这是从阿嬷开始的，它是第3代你已经是第3代了。以前阿嬷在路中间3轮车的时候就在卖了。哇，你接手很了不起耶！而且你们家的锅贴看起来就非常的好吃，因为视觉上面就可以看到那个皮已经是很酥酥的、恰恰的、精脆。对啊，但除了外表金黄酥脆之外，你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我们用的都是黑猪肉，自己的坚持，你自己的韭菜也是用比较好的。是从阿嬷的坚持到你的坚持，戳下去太酥脆了啦，好像在戳饼干一样。够汁，韭菜真的非常新鲜，然后皮真的好酥脆哦，咬下去爽度非常的高，再加上里面那个黑猪肉的肉汁甜也很棒。我刚咬下去的时候是有爆汁的耶。对，我刚一吃下去，它的口感是外酥内软，韭菜也不会抢到猪肉甜味。对啊，那猪肉也不会抢到韭菜香味。对，两个互相搭配，一直加分，很棒哎。真的比例拿捏得很好。还有很多 CP 值很高的美食。哇，是烤鸭哎！吃看看，我们有亮亮的薄利多销的烤鸭哈，CP 值真的很高哎，半只只要2张钞票而已，真的超级便宜耶！一些鸡排大块点都要100多块。来，哇，这是半只，好香哦！知道你们要来，我特地准备了2双筷子，请你。啊，这个不用，是我们在地人，直接上手了。那我就只要准备纸巾给你擦，谢谢。对，肉质好嫩，好嫩，好嫩哦。对，因为我们都是
当天宰杀当天弄的。哎，对对对。对，那皮油亮亮，然后有点脆脆的感觉，是有什么特殊的秘方吗？秘方就不要多问嘛，那是我们自己的工商秘方，有点稍微甜甜的感觉。这个真的是连啃骨头都还一直吃到那个咸香的香气。我有些客人，我跟他们讲，你骨头拿去煮汤都可以用，真的，都不用任何加调味料，不死咸，很刷嘴，你不觉得吗？对啊，因为看电视不小心，可能就一次就把半只吃掉，有可能哦。对。接下来是一个新进驻的摊位，它的特色是全素食的润饼哦。哇，全素食的润饼哎，全素食的话，在味道上面应该自己要有一些独特的秘方，不然的话，素食大家会觉得做润饼太清淡了。对，我是很期待，因为我们台湾是素食的天堂。对啊，对，所以说应该很多很厉害的配方。对，但是秘密，刚刚那一单也秘密。你们真的很爱卖关子哎。哎，里面料很丰富哎，有菇类对不对？对，我们以菇类为主啊，有金针菇啊、杏鲍菇、香菇啊，还有豆包。哦，豆包，然后都是你自己炒的。对，调料也是都自己的。是炸出来的感觉。每一道蔬菜都很脆。豆芽菜好脆，菇类非常的多汁，湿润度很好，可是饼皮没有被弄湿。它就真的是标准的干湿分离，就是对，而且我喜欢它的层次，咬起来吃起来完全不无聊，它非常有层次，然后很脆很爽口，咔吱咔吱咔吱的，觉得吃起来就是一种吃到健康的感觉。对啊，而且这个不胖吼，不会，吃不胖，太好了。这样多带2个走。哎呦！好大声，吓一跳！你有没有吓一跳？我是在地人的礼遇，还有礼炮哎。迎接你有没有？我们要隆重。没有啦，我知道这个是很传统的爆米汤，对不对？对，这是爆米汤。哦，是大家知道爆米汤吗？当然，我这种老灵魂的人，也对。小时候吃爆米汤长大的，这是我阿公带我去买的，但是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了哎。现在在外面真的很少可以看到外面的市场已经很少了现蹦的。对，我们这边唯一一摊。来到这边真的不只是感受美食，我们吃的这么饱，同时也是感受生活耶。对，除了市场的生活以外，你也可以去。今天刚好有那个米干节，可以去那边感受人情味。那感觉真的很值得去一下。对啊，接下来就交给我。OK， 我这个忠贞人一定可以搞定的。谢谢婉如带我们逛市场。拜。不劳动的进场喽！这是我们地方上的1年度最大的节庆。你应该没有感受过吧？对啊，我刚来一路上像过节一样哎。是啊，所以我们只要每年4月份来这边都是会这么热闹吗？是啊，大家知道这个米干这个东西，其实在台湾这么集中的只有在我们忠贞新村。好，那这个米干是被我们这个异域孤军呢从云南带出来，经过了这个泰国、缅甸、辽国这个金三角的流浪，然后来到了我们龙岗桃园的龙岗，然后扎根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的妈妈们其实都会做米干，所以来到这边为了讨生活呢，就卷起袖子，把自己的这个拿手的这个料理都搬出来，再巷弄开始卖起来。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米干店有几家吗？应该超过30家，70多家。对，这么多，有70多家米干店，而且最厉害的是每个妈妈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对，所以每一家店呢都有自己的粉丝。所以呢，在地人大家都吃米干长大。不过我觉得龙岗米干节啊，它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它并不只单单是推广美食而已，其实有很多文化的连结都被穿插在其中了。我们忠贞新村其实我们常常在讲，我们这里就是有3个堡。
就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美食。那美食大家以米干为主啦。那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的妈妈们，基本就是像我好了，我父亲在金三角打游击的时候，也娶不到什么平地的小姐就是在那个山区里面，跟这些少数民族的姑娘们有很多的这个邂逅、情愫，对，有很多爱情故事。对，那我们在撤台的时候的妈妈们，这些少数民族也跟着我们的国军部队回到台湾，所以呢，看我身上的服装啊，我们的音乐啊、语言啊，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的舞蹈等等，都一直在这边。那最厉害的当然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些妈妈的少数民族料理。而且是哪，我跟你说，你看福英姐身上这套服饰，你会觉得很有气质。对。但除了气质之外呢，它还象征着身份地位，因为福英姐上面的银饰扣相当的多，越多就表示家世背景越好，对不对？少数民族嘛，就是家徒四壁可以，有没有？但所有值钱东西要挂在身上。出去外面要嫁个好老公，要告诉他我家底很厚啊，对不对？娶到我你没有很吃亏哦。当然除了这些以外，我觉得绣也很重要，这代表你的手工跟手艺。你做这些东西绣得很美，就表示你能力好。对，娶回家可以当家做主哦，这个持家应该没有问题。所以这些少数民族的服饰算是自己的履历表。是的，可以介绍自己的身份这样子。相亲的时候，对，战袍要穿出来，拿出来的。所以人家的少数民族是这个长得美不如穿的美啊，有道理哦。那在这里啊，我知道异域故事馆里面还有很多也是生活文化的缩影，可以让我们更认识这里的多元性，对不对？当然，我觉得我们现在中正新村所有的美好，包括我们美好的文化、美味的美食，其实都来自于这个故事。对，所以异域故事馆里面真的就是把我们中正新村的前世今生都陈列在里面，可以带大家去看一看。好啊，那麻烦福英姐带我们一起去看看。哇，这里面好有战地的风情哦！对啊。文件救我！我中弹了，没关系，你们先走，不用管我。不要紧张，多了是沉浸式体验，多了就俗了。好，没关系，我抵抗力强。镇定。因为你知道金马影帝现在都要把演技啊，收敛一点，要内敛式的演法。你刚刚这样子太多，整个就战争片要热血一点嘛。油了。好吧，难怪我最近没有戏演。不是，博英姐，你们这个很拧针，因为地板上真的有很多的弹孔跟那个弹壳，对啊，这些都是各式武器的一些弹壳啊，手榴弹啊，都埋在这个地上。我刚没有注意中弹的时候跪地上好痛。你跪到那个弹壳的尖端跪算盘的感觉。所以这样子的造景跟沉浸式体验是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金三角以往的历史喽。当然啊，这个其实是仿照在金三角，我们以前打仗都在那个原始丛林里面。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守疆域的责任，因为那不是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基本上有打带跑。好，所以呢，这些子弹就散落在地上，也不会去把它收集或捡起来，对，就边打边走。所以战场上的感觉，地板就会是这个景象。因为在台湾我们和平盛世嘛，所以大家都没有在战争中待过，就是打仗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包括你看我们的军事设备，大家可能以为钢盔就是轻轻的钢盔，是不是？比较重哎，对，非常非常重。对，这个你应该可以带得下。可以。对。带了吗？你看上没有当过兵？没有打过。我士官长尊重一点。怎么会这样子呢？带反了是不是？要这样子。好像比较重哎。对啊，这比就很重，对。纯钢的。对，你当过兵的时候没有这么重。我当兵应该是有轻量化过了。材质不同了。以前旧的是比较重。然后还有，你看。如果你是这个机枪的，你要有弹链，你看试试看，是不是？好像也挺重。还没完挺重。粮食也要背。也是我背。对。福英姐，你是不是看得出来我很菜？这是真实状况。长官。然后呢？对，然后还有武器，对不对？试一下。大家都以为枪很轻，其实枪很重，枪其实非常重。这样其实还没完，应该还要背自己的行李背带。对。我觉得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耶，福英姐，思达身上已经背了这么多这么重的物品了，可是竟然还有一个背心是说要把金条背在
身上，对对对，要把金条缝进背心，背在身上。是的。我知道，什么意思？以前在金三角交易的货币就是金条，所以呢，那金条就是要很信任的人移动的时候要放在身上。装备已经那么重了，还要再背金条，跟潜水的时候背1000块一样配重这样子，所以要背那么多金条在身上。那这个背金条的负责人，他也会变成，如果有人要抢劫啦，或是要进攻的话，他就是剑拔。因为如果我要攻你这个军队，我当然是先抢你财产，所以他性命堪虞。当然，我觉得在战争当中，每一个人的性命都堪用。只是这个财务官，如果他不小心中弹倒地，没有人会救他。第一就是把背心脱下来穿着，另外一个在快走。对，军饷是最重要的，物资最重要。先保护军条，对，因为它攸关整个部队的生计嘛。哦，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很忧伤哎。此外，话说回来，思达，你有当过兵，可是你有用过这个摩斯密码吗？等一下，这个演艺圈里面用过这摩斯密码，可能只有瓜哥，打过823炮战的才会用过这种东西啊。但是这也是异域孤军重要的通讯设备。当然，我们孤军30年的时间，其实有分不同阶段。那最后一个部队叫光武部队，是由中华民国的情报局去成立的。那它是一个情报部队，所以在那个时空背景，摩斯密码就是传递讯息一个非常主要跟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这里有很多台湾007，包括我们的那个故事馆的创办人，他发摩斯密码发的超神，真的啊，我觉得很帅耶。很多女孩子都没有忘记，他说那个都刻在脑袋，所以他写情书都用摩斯密码，也太累了吧？刚谈恋爱，然后还要先接收，还要查这个密码对照表，其实蛮有仪式感的，蛮有仪式感。我找到你了，可能要找一下，不然我出个题目考你，好，然后你破解看看，好，这不是数学题，我应该可以，好，一个字嘛，一个字，一个英文单字，好，一个英文单字，我先看，你数学是不是6个字母？6个字母，来喽，好，第2个哦，好，第3个哦。灯长短，第4个，灯第2个 DINN DINN 然后再来一定是 R， 对，只想着吃，只想着吃。我刚刚爬进来也很累，而且我刚才要吃晚餐了。你现在在异域孤军哎，你在作战哎，然后你就说放饭是不是？你在打过去，大家放饭还需要摩斯密码吗？你看我那时候放饭，部队放饭就好啦。军食这个伙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这样才能打仗。可是我觉得摩斯密码蛮难的。不容易，这个都要经过非常精良的训练。所以我们创办人为什么可以回台湾？其实这个光武部队的大部分的人都被应该说就地解散，自谋生活在金三角。那我们创办人心里面一直觉得对这些人有很深的亏欠，所以一辈子就很努力想要做这个故事馆，才把这个故事馆给做起来。很有心，很感人呢。对，而且大家其实来这边之后会觉得战争真的很辛苦。我也在战争中待过，我13岁才回来。就13岁以前，我也是在爸爸的部队。其实经过很多的战乱，觉得和平跟有国家是很酷的事。对，来到台湾觉得，有身份证、有国籍这件事情是很酷的一件事，而且我们也很珍惜。要珍惜，真的，对，珍惜。以前那个时代，黑白电视，如果你能要上黑白电视的话，你是个角儿啊！要不就是蒋委员长能上电视，要不就是白光、周旋、邓丽君喽。我听过邓丽君。怎么样？白光、周旋你不知道？那个不小心透露出你的年纪了。蒋委员长你也没听过？蒋委员长是蒋公吧？对，但是您说的
另外2个名字，对我就觉得很遥远，不太熟悉的。其实我也是听前人说的啦，对，是有越描越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整个场域，包括电视、黑白电视，还有拉门的这一种，真的是重现了早期眷村的那种感觉。对啊。哎，不过讲到这么多的文物啊，我知道这边还有一个会让我们痛哭流涕的文物。痛哭流涕的文物，一定会让你痛哭出声。我们等一下去看一看。好啊，你觉得越来越浮夸的感觉。我知道这边还有一个会让我们痛哭流涕的文物。痛哭流涕的文物，一定会让你痛哭出声。我们等一下去看一看。好啊，你觉得越来越浮夸的感觉。到了，就是这里。就这边。等一下姐，你是不是搞错了？你看，这些是食物啊，什么文物啦？啊，拜托，我们这边虽然是食物，但是也是有文物啊，对不对，安琪姐？对，安琪姐。仔细一看，你看安琪姐这间美食店米干店里头超级多你们收藏的文物哎，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道具？其实啊，哪来的道具？其实你们看这些东西啊，它绝对不是道具，它绝对都是真的，它是一个荣耀跟时间的累积。好，我公公留下来的东西，我们舍不得丢掉，想把它展示出来。那这就是这个起心动念之后啊，当然就是有很多大哥大姐把他们家里最珍贵的东西也都拿来了。我最喜欢介绍的就是这3套制服。那其实这是我们退役，我们顺这边退役的。然后呢，他们的军阶不是最高，徽章很多，可是它的军阶其实没有很高，都不是很高。然后就是因为他们的荣耀啊，都其实要有非常多的任务去累积之后才能者多劳。对，你做了很多的事情，对，达成很多业绩跟任务，可是老板就是没给你升职，停在这边也没有加薪，真的不是最高。对，我刚就越听觉得心越酸，怎么像我们啊？也像你啊，比如说你通告上了很多，上山下海，然后大家就说哦，你表现得很好啊，你很好啊，但是为什么都不涨价呢？不涨价，我觉得他们这样很心酸哎，要做很多事，完成很多任务，然后给你一个勋章，但是不帮你升职。对，可是就这样，也许他们自己的条件可能就没办法再上去了，但是他们所以说有可能我10年后还是这个薪水，我要哭了，好难过。他们自己的这个荣耀哈都是很开心的，他们每一步他们都做得很好。那下面那个一个一个的箱子是放那个炸药，或者是说一些，它其实是一个移防箱。所谓的移防箱，就是那时候打仗的时候啊，那每一个人哦，他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箱子。为什么？因为他要跟着他走，内陆打仗，沿路打了以后，他就要背着那个箱子，打到哪里都要背着啊。对，他就要带着他的箱子，所有家当都放里面，对对，最重要的东西都要放在里面。可是等到他如果说真的战争，他殉职了之后呢，他的同才就会把他的东西全部都放在这个箱子里面，然后一起拿去烧掉。啊，这个也好让人，对啊，这个也好痛哭流涕哦。这边看到的其实都有来到台湾。最左边这个其实是我公公的，然后我们在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发现他把他的东西就是一样一样整理得非常好。其实我们舍不得保存完整，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的东西，所以才有了这么多的文物陆陆续续展示出来。我们可以上去楼上看一下，我们楼上还有非常多。好啊，还有，好啊，看一下。好，来，我来介绍一下，真的好多。这是我们眷村以前的生活。我相信像你们这种年纪哈，可能就没有接触过眷村。有，我小时候还有住过。真的吗？那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但是我很年轻，所以你但这个我没有哎。这个叫眷补证。好，这是我先生的眷补证。当时他们小的时候啊，生活其实都是很苦难的，所以你要拿着这个眷补证啊，这边有一个连琴的钢杯，有大口小口，领1口油。1口米，你们家有多少人？小口的话，哎，肚子里面的宝宝也算一个哦。小孩用小口，对，大人用大口。对，也都是用这个。那你看哦，以前结婚的话，其实是需要先申请的婚姻报告表。对，你是要良民才能结婚。对，然后15岁，我公公就一直打仗过来，然后到了这边之后。
之前其实是一心一意想要反攻大陆是大家，对。到了40几岁的时候，觉得说，其实真的回不去了，也想要有个家的感觉。之后，那经过人家介绍之后，介绍我婆婆，然后呢，终于有了一个家，所以说她非常非常感动。那一直到80几岁了，我就发现说，其实她把这些结婚证书都留得很好。对。那其实我很汗颜，你知道吗？因为我的结婚证书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没事，我连结婚戒指都弄丢了。我连结婚戒指哪一天我都忘记了。对，没错，婚姻就是这样，没错，哇！所以说我们都能够知道说，其实他真的是非常珍惜这个家庭，跟非常感动这个婚姻。你看，连老一辈的婚姻都让我们痛哭流涕，我们多汗颜。他把老婆、家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里面。然后回去背一下你结婚纪念日哪一天，好不好？真的会忘记。从现在开始真的忘记了，你知道吗？想想爷爷，对，想想自己，以前的爱情真是令人感动，真的是令人感动。哇！思达刚刚的文物让我们痛哭流涕，现在的食物可能也会让我们痛哭流涕。你看这个卤味的色泽，还有它卤出来的那个光亮度，是不是感觉就很饱满、很好吃？这是这里的招牌。对，试试看。推荐哪个要先吃吗？我自己很喜欢豆干豆干，你们的豆干看起来跟好像也不太一样皮比较酥脆，有点像油豆腐的感觉。对，我们的豆干买回来其实这制造的程序很多，我们要先把它拿来炸，炸完之后拿来卤，卤完之后我们浸泡1天的卤汁，所以它真的要1天1夜才能够完成。也是可以试试看，对啊，精华都在里面了，试试看。先炸再卤，再热胀冷缩。对，一咬下去，你有感受到热胀冷缩之后卤汁进去的那个精华感吗？对，它真的是把那个汁水都吸在里面。对，卤汁好香哦，而且你因为炸过外皮又多一个酥炸过的香气。对，很有层次。毛细孔打开之后，其实卤汁就很容易就流进那个豆干里面，所以我们的卤味都不用再需要靠另外的什么酱油膏来卤味，很好吃1级棒。可是米干节当然要吃米干啦。对，来试试看好，你们的蛋花感觉。对，我第一次看到蛋那么满的。对啊，很满很丰厚它这个蛋很厉害，它的蛋就有点像是就是在吃慕斯的感觉，但是你有满满的蛋香。对。我强烈推荐大家在吃的时候，先不吃米干，先挖一点汤头，加一点这个蛋花，因为蛋花的蓬松感，汤头入到里面去之后，吃下去。那个汤汁会在蓬松感里面串流，对，它会在里面奔流，这样万马奔腾的感觉，卤汁在里面串流，就变得蛋变得很 juicy，好好吃哦，真的。但是米干当然也是精髓啊。米干，我们这边的米干都是用纯米，早上现蒸新鲜的，对，那米香超级浓郁的。我觉得很好吃，每一样都非常加分。所以是不是文物让你痛哭流涕之外，食物也让你痛哭流涕？应该说，刚文物是眼睛流眼泪，这个是嘴巴流眼泪，真的超好吃。嘴巴是流幸福的眼泪，对。文姐，我们在等什么？敌人在哪里啊？哎呀，毛毛躁躁的，稍安勿躁好吗？观察，2点钟方向。2点钟方向。对，文姐，快点掩护我，掩护我。我掩护你。我女士官长，应该是你掩护我才对吧？不是，文姐，你当过兵，你不知道，我特战兵，保留战力，你掩护我。特战兵是不是？来，看一下。看你这一身 IT 造型，穿着围裙，应该是火防兵才对吧？没有，教练，我们这边是轻松的场域啦，对不对？对啊，那你们都太严肃了。刚刚你知道这边中正文化新村有一个可以轻松体验射击的地方吗？就是我们孤军中正突击靶场。所以真的是可以来练打靶的感觉，对，体验一下。但我们也没有很严肃啊。你看他一身穿着围裙，像个大厨似的。你们刚刚在那边掩护我，太认真啊，太认真了，不小心军人魂就上身了。对，但毕竟我们呢是稍微对这个军令有一点点研究的，对于射击也有一点较劲的概念，有胜负欲的。等一下来
拼一下啊？又要 PK？ 又要 PK 一下？可以哦，可以。好，走啊，带你们去。哎呀，耍帅是不是？有点。把你的围裙脱掉。那来到我们的突击靶场，我们这边帮你准备了2种枪型，然后有帮你准备步枪跟手枪，那让你们选择。哦，有步枪跟手枪选择。哎，应该是我先选吧。好了，你是 stand by 女士官长，官阶比较高，你先选。照官阶来讲，那我当然是选步枪啊。为什么？我以为你会选手枪哎。步枪比较帅啊。哦，这么肤浅是不是？对，我就这么肤浅，怎么样？我觉得手枪比较轻巧，感觉比较好打。所以规则是什么呢，教练？那我们等一下会有那个2个会对应的靶位，那步枪有对应绿色的靶位，那手枪对应红色的靶位。哦，不要打错就对了。对。好，那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始了，是吗？对，我们等下就准备开始射击。好。同一个靶要打2次哦。哎，你打完了，你就去热馒头好不好？还要多久？要瞄多久？瞄多久？耶！哎呀，雕虫小技，难怪我是士官长，你是火防兵，蛮厉害的呢。但就这样子吗？还是有上诉的机会？教练，教练，我们表现的还不错吧？无论是女士官长还是火防兵都表现得非常优异，你们全部都打中了，很棒，所以有小礼物给你们哦，国军小公仔，还有小礼物，好可爱哦！对，2位都表现非常棒。我觉得这个体验呢，其实非常的轻松，真的是好玩的，安全性又很高。那不同的枪支其实也有不同的乐趣，对不对？而且应该大小朋友应该都蛮适合的吧？对对对，那如果是小朋友12岁以下，如果他要玩步枪或者手枪，都需要家长陪同这样子。哦，对对对。好啦，我们得到了教练的小礼物之外呢，我也奖励你一下，我带你去找破书包，当做给你的奖赏。等一下姐，我觉得你这样就没意思，你就觉得我不会读书是不是？暗讽我是不是？破书包，说我不会读书，破书包。我跟你讲，你搞错了，我的书包跟新的一样，没在装书。这样，但此书包非彼书包，不要激动好不好 ？Calm down。不是那个书包吗 ？Calm down, calm down。不一样的书包。不一样的书包。姐，你刚刚说我不读书就算了，这边你看这破书包，一看就知道是做点心的，这哪会有卖书包啦？走错地方了啦！哎，我没有说破书包是要在文具行里卖啊，因为这里确实就是制作破书包的地方，它是传统的一种云南点心啦。没错，这边破书包就是我们传统的云南点心了。评委好。咱们好。评委，你赶快跟思达解释一下什么是破书包这种传统云南点心，因为他一直误会我在羞辱他啦。好的，没问题。那我们破书包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插在它的饼皮。它的饼皮的话是有一层一层的层次，跟一般的包子不一样。通常一般的馒头跟包子都是像气孔式的那种绵绵的那种。那我们的破书包的话，我们会特别加猪油一些成分，然后让它的层次有点变化，让它变成一层一层像千层的感觉。千层派的感觉，有点像酥皮的感觉，对不对？酥皮浓汤上面那个酥皮。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破，我觉得也可以完全象征这个包子它酥皮本身的制作难度啦。但听起来好像蛮适合我做的，适合你破是合理的啊。哎，好像也是，对，基本上卖给客人都还是不会破。你不要讲话讲那么快，一个讽刺我不读书，一个讽刺我手艺不好。我来试试看，可能会被扯破。要撒一点面粉，但也不能太多吧？对，这样可以吗？然后你要把它抹
下，它不要看起来那么黏，就摸起来让它干干的，干爽，对对对，上痱子粉的概念。哦，可以吗？可以吗？听为我这样可以吗？还不错哎，可以。好，难得来了，难得来了，翻面，糟糕了啊！怎么翻面？快帮我！哦，这样子翻面是最难的，越薄之后越难翻面吧？它越来越大，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先把那个放在旁边，然后就是教我们破酥包有层次的秘诀，就是我手上这个酥皮哦，酥油，对，酥油哦，酥油的比例也要拿捏的刚刚好。那是商业机密啊，这是不能讲的。然后把它抹匀，因为等下你们会要用卷的话会不太方便，所以我帮你们抹是不是也是一个技巧啊？对，要把它抹匀，很匀。好，开始卷，对，开始卷。我们都可以一起卷吗？都可以一起卷。先是把它折进来之后，把另一个把它停下，这样。对，那破掉没关系，这就是破酥包，就是破，它破了，你掌握到破这个字了，成功一半了，成功1/3。对，输不输就不知道，但是至少它破了。包不包得起来也不知道，但是它破了。试做完的话，那我们现在来试吃。试吃就是我们拿手，对，做我们不拿手，试吃挺拿手的。那在我们第一次吃这个破酥包的时候，我们有个小技巧是，然后我们先要把它撕开，是这样，中间把它这样撕开的时候，就会看到它有一层一层的层次。跟刚刚所以不是直接用咬的。对，第一次的话都是建议用撕开的方式。哦，很烫，刚出炉的啊，小腾腾哦。有哇，真的用撕开的，完全可以看到那个一层一层的，好明显哦，好有成就感。虽然不是我们包的，它光撕就很有层次哎。对呀，好漂亮哦，这好像拆礼物的感觉。对，它这个面皮就是很松软哎，越嚼越香哎。对，我觉得吃下去的那一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要这么费工的做成破酥包，因为它一层一层一层之间其实会有一点点密度，但是又有一点点松度，密松之间它会形成一点梦幻的感觉。对，然后它的那个面皮，其实刚想起来像在吃蛋糕的感觉，对，有一点蛋糕体的感觉，对，很蓬松，是蓬松的，隔间里面都是有空气很蓬松的感觉，对，好好吃哦，好吃哎。但在你们金三角这边啊，除了破酥包之外，还有很多经典的云南点心呢。是的，没错。那我们最有特色的话，我们分成3种。第一种是我们的卤鳝生乳酪，还有我们的马打滚跟我们的芭蕉枣。马打滚你听过吗？马打滚我没听过哎，为什么会叫马打滚啊？马打滚的话，其实比较偏向我们台湾吃的麻糬。那南瓜跟紫地瓜就是属于传统的做法，糯米在包那个口味的东西。那我们家最特别的话就是我们的西谷米马打滚。那西谷米马打滚的话，我们都是加一颗一颗的西谷米。那西谷米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西米露里面的一颗一颗的那个，然后我们把它泡椰奶，跟我们加一点香兰汁，之后就会泡成我们绿色的样子。哦，好好吃，一颗一颗的，口感非常的俏皮。对。它会比传统麻糬呢，感觉再清爽一些，因为传统麻糬毕竟比较有粘度。对。但是西谷米的话，因为颗颗粒粒分明，所以它的清爽度非常高。对，它吃在嘴巴里面的颗粒感很好哎，然后不会粘牙不粘口，粒粒分明。是。那我们现在这款我们的云南蛋糕，它叫卤鳝生乳酪。那先跟你们介绍什么是卤鳝，那就是卤鳝。卤鳝。对，卤鳝本人。对，卤鳝本人，可以闻闻它的香气。那它的本身跟cheese很像，浓郁。那它的做法不一样。它的话主要是拿牛奶之后，会加入一些木瓜酸水，放久之后它身边会有一层膜，然后我们会把那个膜把它捞起来之后拿去晒干，然后呢我们会把它拿去炸。那我们炸完之后会把它加入我们的蛋糕体里面，然后会加在那个蛋糕跟我们的底座的饼干中间那一层。
然后我们上面的话是加入我们用炙烧的，用火去烤。炸过就是脆脆香香，然后咬下去的那一刻，那个乳香会冒出来。对，然后炸过的是比较酥口的，炙烧的在口感上面有一点像那个鱿鱼丝或者是厚的柴鱼片，所以咬下去会很有嚼劲。所以乳扇拿来做点心是非常加分的。它虽然是乳酪 cheese 的兄弟品，可是它很有自己的特色，走出了自己的路。对不对？嚼起来之后就会有一种很像饼干的香气。虽然我吃的是蛋糕跟乳酪，可是我觉得我好像又多吃到了一种饼干的口味跟口感，很好吃哎！你看，像我们这样子的云南点心啊、泰国点心、缅甸点心，通通可以在中正新村这边一网打尽，全部都要，全部都要。对啊，太满足了。